岁，千岁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假太监在朝堂后宫杀冯龙，匈奴压境，他空城计戏耍10万铁骑，权臣逼宫，他执掌锦衣卫连夜抄家。太后请他深夜伺候，贵妃命他彻夜值守，就连敌国公主都认他采歌。哥哥，来嘛来嘛，来嘛来嘛，小郎君，来嘛来嘛。各位娘娘，且容奴才喝口参汤。太后，燕公公醒了，燕公公醒了。什么？我竟然穿越了，还让我一个假太监去教小皇帝夺权，还要跟太后对着干。燕西巡一觉醒来，竟穿成了一个假太监。这身体的原主是个死谏书生，因不满太后执政，冒死进谏，结果被萧太后当场逮住。太后见他长得白净，想留他在身边伺候，谁知他宁死不从，最后竟被人害死，这才让燕西巡捡了个大漏。大哥，你是借过吗？这么漂亮的太后都不要，只要抱紧太后大腿，什么权利得不到？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我成了你，那你的仇我来报，你的福我来享。太后，我不想努力了。那你知道怎么做了？我会让太后满意的。太后，微臣求见。太师欧阳建，一个做梦都想搞死燕西巡的人。太后，燕西巡异界燕人，蛊惑幼帝，乱议朝政。臣听闻他身中剧毒，被太后接到了宫中，还命御医救治。臣认为此举实在不妥，还望太后赏脸相见。外面说你是燕人，太后，奴才是不是燕人，您不是最清楚吗？哀家不清楚，除非你再证明一次。真的崩溃了，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太后，奴才都命悬一线了，你也会怕？昔日哀家拿刀架在你的脖子上，可都不曾见你怂过。太后，臣求见。太后若不见臣，臣便长跪不起。去迎欧阳太师进来。老臣参见。鬼啊！你竟然没有死！哼，太师在门外喧嚣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看一个太监死没死吗？太后，燕西巡燕人干政，其罪当诛，请太后立刻下令将其凌迟处死，以儆效尤。燕西巡气恼，之前匈奴侵犯，要求大商割地赔款，公主和亲，他不过是给幼帝出了几个主意，防范匈奴。欧阳建这老狗竟然要置他于死，还能不能玩？燕西巡不能忍。老贼，你一心让我大商向一个弹丸之地屈服，居心何在？仗杆子当汉奸，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倒反天罡了，太后，一个小小太监竟然辱骂当朝太师，这等嚣张，大商法度何在？他若不死，恐难服众。一点小事，你们何必如此争执？太后，宦官干政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历朝历代多少大国都因此而灭，您一定不能轻纵了这阉狗。若燕公公所言皆是哀家的意思呢？太后，恕臣直言，匈奴世代与大商相争，战乱不断，而我大商如今先皇刚逝，新帝年幼，国之大哀，绝不占优势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答应匈奴条款，以保一时太平。哼，这次答应，那下次呢？匈奴地处北关，攻我大商犹如狼袭羊群，太师莫不是真以为割让几成就能满足他们的狼子野心，让他们停止侵犯吧？太后，一旦匈奴发现大商人弱可击，便只会得寸进尺，届时烽火战乱，逼近皇城，到时候你欧阳太师就是千古罪人，一坐万年。你自己骨头软，可别连累了太后和大商百姓。你，那你说该当如何？干他！匈奴已连破我大商7城，战无不胜，至今朝中尚无一人敢打，满国妇孺皆知，你自是满腹经纶，却连3岁儿童都不如，还敢在此乱议朝政？那是我没出手，我若出手，3日内必击破匈奴，收复失地。所谓匈奴战无不胜，不过是因为皇帝早逝，新帝年幼，朝中狗贼见太后秉政，起了逆心，借此揽权夺利罢了。燕西巡早就清楚，匈奴不是大商的议和之敌。满朝文武皆无对策，你一个燕人，
竟敢狂言击退匈奴，是想阵前笑死匈奴人吗？太后如今战况凄惨，已近乎死局，不如放手一搏，或有一线生机。若奴才之际不能击退匈奴，这颗脑袋便不要了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就依你了。啥？你们在说啥啊？太后，匈奴已连破7城，如若现在贸然出击，战败，条款一定会加剧。太师，哀家对你有些失望啊。还有满朝文武，个个都是大商的中流砥柱，却毫无血性，不战而退，不如一个太监来的奋勇。太后，他不是奋勇，他是太监没了下面，心理变态啊！够了，哀家累了，你走吧。你让我走我就走，嘿，我还真就走了，告辞。哀家保了你一命，你该如何答谢？不是吧，又来！太后来日方长啊！太后，奴才有个请求，还请您准许。方才还唤哀家美娘，事后就成了太后。燕公公，你可真是薄情寡羡啊！美娘，我想亲自去前线上阵对敌。燕西巡知道欧阳剑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对敌之事不容有意外发生，所以燕西巡必须将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否则他真会人头落地。我不想把命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唯有亲自上阵才能安心。太后不要舍不得我。哀家才不会舍不得你。好，哀家同意了，就让项米陪你同去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太后，匈奴命人传信来，若再不同意他们的条款，便攻破齐江城，大兵直指京都。是战是降，太后都不能再拖了。此事已有对策，燕公公，你自己说吧。我已向太后请愿，前往齐江城上阵杀敌，击退匈奴。什么？一个宦官也配上阵杀敌？朝中这么多大将都不敢放出豪言，他竟敢说击退匈奴，真是不知所谓。我已立下重誓，倘若3日之内不能击退匈奴，便献上项上人头。不知哪位将军愿率兵与我同往？燕公公，看来是没人愿意与你同去了。满朝文武齐卸甲，竟无一人是男儿。燕公公，老夫与你同去。萧拓，他怎么来了？他不是自先帝死后再也没上过朝吗？难道是太后暗中推波助澜？萧拓乃是萧太后的哥哥，治兵有方，百战百胜。若有萧拓相助，燕西巡如虎添翼。稳了，这把大佬带飞。既如此，就由萧将军与燕公公率20万大军击退匈奴。太后，不妥啊！匈奴不过15万大军，完全不必派这么多大军前往。况且此行凶险至极，倘若兵败，我大商势必损失惨重。老臣希望太后以京都安危为重，多留兵马保卫京都。臣附议。太后慎重啊！太后，太师所言有理，奴才只要带10万精兵即可，剩下的皆与大军留守京都，保卫太后与陛下安危。这阉狗哪来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前朝中大将率军20万与匈奴交战，尚且节节败退，如今匈奴兵强马壮，他只带10万兵马，岂不是也不要了？燕公公，匈奴兵强马壮，还需慎重啊！我愿立下军令状，10万兵马3日之内定可击退匈奴。果然太监都是狠人。好，便依燕公公所言，大军即刻启程。传达家命令，就地安营扎寨。燕公公，马上就到齐江城了，你可只有3日时间，还是不要再此浪费了。燕公公，太后指令我来保护你，我本不需多说，但如今敌众我寡，最好按萧将军所说，在今夜之前抵达，暗中埋伏，攻他个措手不及，不然错失良机，又要再等1日。安营扎寨。燕西学，亏我还敬你是个有血性的，如今看来不过如此。你想死，别拉着10万大军给你陪葬。别忘了太后临行前的交代，本公公才是统帅，萧将军不过是副将，违抗军令者斩。传令，安营扎寨。还有，萧将军传信给齐江城的守城将领，就说30万大军即刻前往支援。30万大军，
你这是谎报军情，若是引发众怒，全军哗变，不只是你，整个大商都要随之陪葬。萧将军不必多问，听军令行事便可。你，燕公公，你是统帅，可大战在即，你命大军停滞不前，又谎传大军人数，我等实在是不理解，还望相告。说出去就不灵了，放心，且看本公公操作，包上分的。带不动，想我金牌再打30年，依旧带不动猪队友啊！虽然燕公公是主帅，可我等也有辅佐之职，断不能看着你胡闹。若燕公公执意如此，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首战，我等听候燕公公你的命令，但若是失败，燕公公便必须主动卸下主帅一职，将大军交由萧将军统领。赌就赌，咱家横行20年，论赌就没怕过。不过若是你输了呢？你想怎样？哦，若本公公赢了，你得让本公公，嘿嘿嘿。无耻流氓，不要脸！相姑娘怎能想得如此色情龌龊？我是想让相姑娘当本公公的婢女。我可是太后亲妹，你竟敢让我做婢女？怎么？难道相姑娘连这点信心都没有？本姑娘跟你赌了。打开城门！燕公公不是说有30万大军吗？剩余的兵马呢？马将军，你听这动静，像不像30万大军才有的声响？我像你老母，听着像30万，就是30万大军了。左脚踩右脚，你想升天啊？人家本来就傻，你还如此骗我！畜生啊！大商懦夫，出来迎战，否则爷爷我就率军踏破城门，将你们每个人都按在地上摩擦。摩擦摩擦，在光滑的地上摩擦。公公，这帮匈奴狗贼是想笑死我们啊！用心险恶，本将军这就去打断他们施法。萧将军且慢，敌军都要按着我们摩擦了，你难道还想做缩头乌龟？萧将军误会了，本公公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我军人数不够，应当智取才是。怎么智取？继续自欺欺人，说自己有30万大军，战无不胜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加一场空城计。这真的行得通吗？就按本公公说的做。好，你只有这一次机会，若败，不用太后和百官出手，本将军当场就砍了你。马将军，你这就带着原有的筑城兵马去击鼓呐喊，越响越好。将军，3-4，国难当前，多少大好男儿殒命沙场，太后听信宦官也就罢了，怎么就连萧将军你？别说了，去吧，不要害怕。什么他妈是恐惧？左右不就是一个死吗？不就是死？去你妈的老天爷！真虎将也，吾当生擒。啊呸！给我开城门！哟嚯，声势浩大！欧阳剑说来的只有10万兵马，但对面这么多人，莫非欧阳剑欺负俺们是乡下外地人，骗了俺们？小的们，上啊！打死你个龟孙儿！老大，上当了个球啊！您看这很多人，我瞧着得有80万。相姑娘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虽然没请你吃过饭，但现在考验你的时刻到了。你想让我杀了呼延破军？砍死他！高手，这是高手！风紧，扯呼，溜了溜了。燕公公威武！燕公公威武！哈哈哈！燕公公略施手段，就让匈奴大军自乱阵脚，萧某佩服。我说过包赢的。唉，燕公公，恕我没能杀了呼延破军。无碍能击退匈奴已是大喜，何况你一个姑娘家家，怎能斗得过呼延破军那个老贼？别忘了你我的赌约。项密的娘亲被狗男人欺骗，在她几岁时便伤心断肠，不治身亡。她恨透了男人，若不是燕西巡视的太监，此刻怕早已被他活剐了。回宫后，我定当履行诺言。燕公公，10万匈奴军皆被俘虏，接下来如何做？宜将圣勇追穷寇，剿灭匈奴。杀！打败匈奴，公公我终于不用被砍了。接下来我要一步一步做哪最高的？啊，不对，我又不是真太监。
报燕公公，好消息！萧将军兵马趁机收复6城，匈奴人马败走，已快被逼出大商境内。这是回公公的话，这是呼延破军的亲妹妹呼延月，未来得及逃走，便被萧将军擒获。哇，好白！再看，本姑娘就挖了你的狗眼。想不到呼延破军竟有如此美貌动人的妹妹，只可惜落在本公公手里了。来呀，送到本公公房间里，让公公给她检查身体。死太监，去死！贱女人，燕公公岂是你能咬的？再有下次，本姑娘不介意咬破你的喉管。放肆！哼，打啊！大商男人也只知道欺凌弱小。本公公可不是男人，本公公是太监，而且你这可不小啊！你不要脸！把他压下去，听候发落。死太监，我哥哥会率大军攻回来的，届时本姑娘定割下你的头颅当球踢。燕公公，萧将军和相密回来了。很好，集结所有兵马，班师回朝。本公公也该返朝，跟某些人算算账了。燕西巡大败匈奴的消息还没传回，欧阳剑便得意起来，是要一举将燕西巡置之死地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，陛下，3日之期到了，该下旨处死燕西巡了。难道我看中的大才也无法力挽狂澜吗？30岁的萧太后心中一阵苍凉，忍不住骂起先帝来痴迷炼丹，20出头就嗑药嘎了，把这江山重担交到他的手里，如今却搞成了这个样子，愧对祖宗，愧对天地，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。齐江城距离甚远，再等等吧。太后，您可不能失言啊！请太后赐死燕西巡。请太后赐死燕西巡。是谁要赐死本公公啊？他怎么能活着回来的？燕西巡，你别以为活着回来就能免除一死，可别忘了你临行之际放下的豪言壮语。太师这般着急，是巴不得我死，还是巴不得匈奴战胜，我朝割地赔款？老夫只是依约定行事，你该不会想反悔吧？大丈夫一言九鼎，本公公当然不会反悔。你区区一个阉人太监，还敢自称大丈夫？快快死了去吧！太师想让本公公死，可惜本公公想死却死不了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太后，奴才不负您所托，已经成功击败匈奴，收复西城。燕西巡此话一出，整个朝堂就像炸开的锅，所有人都不相信，一个太监居然能打赢匈奴。真的假的？他不是为了活命骗我们的吧？匈奴兵强马壮，人数更是碾压我们，他怎么可能取胜？燕西巡，你可不要为了活命就捏造事实，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燕西巡，既然众爱卿不屑，你可拿出证据来。是，请证人证据上朝。太师，你可知他是谁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太后，此乃匈奴大汗之妹呼延月，燕公公真的击破了匈奴大军。太后，臣也可以作证，西城皆已收复，呼延破军被打得落花流水。我哥哥一定会杀回来的，届时攻破你大商的皇城，踏碎尔等的头颅。
没想到匈奴大军竟真被一个太监给打败了。燕西巡，你莫不是为了活命，捏造事实？这可是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太师，你这话的意思，莫非你不希望大商取胜？我刚才回谤这吗？我刚才回谤啊！他回谤我呀！他在回谤我呀！太后，奴才有一事相求。讲。奴才通过此次战役发现，匈奴兵马远没有传闻中强悍，然朝中众多武将竟无一人敢率兵攻打。一来消息闭塞，将匈奴兵马过于神话；二来朝中武将个个贪生怕死，毫无血性。如此下去，大商势必落入弱者之列。燕公公有何对策？太后，奴才恳请您设立锦衣卫，收集军情，督察六部，执掌刑狱，巡查缉捕，以固朝纲。燕西巡要一步一步爬到最高，设立并执掌锦衣卫，就是他的第一个计划。这等于在所有大臣的头上悬了一把刀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若真设立锦衣卫，朝廷百官势必人心惶惶啊！俺也一样。哼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一听到要建立锦衣卫，尔等个个闻风丧胆，极力反对，说是不是欺负太后孤儿寡母，不想让皇权归揽？一派胡言！住口！无耻老贼，巧舌如簧，还敢在此淫淫狂吠！太后，朝中官员个个主张求和，不愿起战，只勾结敌国，收受好处。建立锦衣卫不过是敲打佞臣。本不想明说，但太师这般激动，莫非是心中有鬼？你，哎呀，太师死了，太师死了！快去准备棺材啊！我准备你个大头鬼！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建立锦衣卫，封燕西巡为锦衣卫指挥使。我与燕狗不共戴天。孝迷那丫头说要当你的婢女，哀家应了。但如果让哀家发现你勾三搭四，那你就做个真太监吧。我对太后的忠贞日月可见。行啊，先前你说怀疑朝中有人与匈奴暗通，与呼延破军素未谋面，他却清楚的知道我是个宦官，定是有人通风报信。你去用一切手段，务必让呼延月开口交代是何人暗通。太后放心，我有9种办法让他开口，9种。这小妞长得真不错啊，听说是呼延破军的妹妹。哟，这穿着真是大胆，这么美的女人可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怎么也得让大爷我先爽爽。嘿嘿，坤哥，你爽完了可别忘了小弟我。畜生！住手！放开那个女孩，让我先来。你，呼延月，若你能说出是谁暗通匈奴，我倒可以保全你清白，否则，嘿嘿，这俩人你也看到了。狗太监，休想！慢着，你是何人？也敢管小爷我的事？本公公是太后亲封的锦衣卫指挥使燕西巡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条阉狗，一个下面都没了的奴才，也敢跟小爷抢女人，快给小爷滚！依大商国法，若无旨意，不得随意羞辱战俘。国法，你也不打听打听小爷我是谁？告诉你，刘贵妃是我亲姐姐，你一个阉人，别以为得了太后册封就能我行我素，我姐姐随便动动手指头都能捏死你。再不滚，小爷我要你人头落地！燕西巡怒了，一个什么贵妃的弟弟也敢对他吆五喝六，真当他锦衣卫是吃素的？燕公公，此人怎么处置？敢对本公公不敬，那就砍只手，废了吧！听到这话，刘坤直接吓尿了。平日里，他仗着刘贵妃弟弟的身份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可未曾想今日竟碰到了硬茬。公公饶命，饶命啊！公公饶了我，只要你饶了我，我给你献上1万两黄金，要我姐姐提拔你，求你！本公公不需要。给刘贵妃拨过去。是。站住！我就是死，也并不会便宜你。好了，刚才是骗你的。你好好休息，什么时候想换个好的环境，就配合本公公将与匈奴勾结的大商官员揪出来。哼，果然还是不安好心，
还是想利用我抓奸细，就想。时间不早了，本公公该休息了。既然你现在是本公公的婢女，是不是应该伺候本公公沐浴更衣呀？你算了，一个太监又不是真男人，怕什么？燕西巡呢？让他给本宫滚出来！哟，是谁惹贵妃娘娘这般生气？瞧瞧贵妃娘娘这般绝世无双的容貌都气到变形了。大胆！天牢之事还需本宫给你复述一遍吗？那咋了？锦衣卫办事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何况本公公只废了他一只手，也是看在刘贵妃的面子上。贵妃娘娘若是再闹，传到太后耳中，令弟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。你在威胁本宫？没错，怎样？好一个锦衣卫指挥使！本宫记住了，你等着，此事刘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婀娜多姿，可惜是欧阳剑的人。相密，我要你暗中彻查本公公中毒之事，务必揪出下毒之人。都这么久了，你才开始查，你有怀疑对象不？太后，先帝其余后妃是否也像您一般，仍是清白之身？萧太后冷艳的俏脸浮现一抹红晕，而后眸色一沉，不禁思索：这燕西巡是什么意思？自己把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，这狗东西难道还惦记别的女人？怎么，有哀家陪你还不够，你还要打先帝其余后妃的主意？臣不是那个意思，太后误会了。太后，是臣怀疑先帝之死另有蹊跷。先帝之死另有蹊跷，你何出此言？太后，您想想，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子嗣众多，可先帝在位10余年，膝下仅有大长公主一女。且像太后这般天姿国色，臣敢断言，这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坐怀不乱，除非他不行。你是说先帝？臣也只是怀疑，至于真相如何，还需要一一验证。你想如何验证？臣只需要知道先帝其余后妃是否仍是完璧便可。好，哀家许你去3宫6院探探口风。你是何人？怎敢私闯太妃寝宫？你是？臣乃锦衣卫指挥使燕西巡。原来是指挥使，哀家听说你妙计击退匈奴，连收7成。今日燕公公怎么到千禧宫来了？太妃，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太妃，臣想问您的这件事关乎到了先帝，所以希望太妃能够如实回答。敢问太妃还是不是完璧之身？你大胆！江太妃大脑一片空白，脸一阵青一阵红。她是不受先帝宠爱，可也是太妃，一个太监怎么敢如此问？太妃，臣绝不是刻意轻薄你，而是此事十分重要。哼，哀家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来人，把燕西巡给哀家赶出去，若再敢来骚扰，就打他50大板。看到江太妃震怒的模样，燕西巡没敢再多问，只能离开。哎，后宫的人都不肯说，我还能问谁呢？对了，还有净室房。燕西巡在后宫问不出大案，便想到了净室房。净室房是为了保障皇室血统纯正而建设的，所有妃嫔的事情记录都记载在册，只要一看便知先皇有无问题。燕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安总管，本公公奉太后之命来拿先帝在位时的事情记录。燕公公在此稍后，咱家这就给你拿。燕公公，您请过目。燕西巡翻开看了几眼，这先帝1年出入后宫不过10余次，且大多数时间在萧太后宫中。这他妈的是个正常男人，放着后宫佳丽3000，却偏偏不临幸。最关键的是，也没见他丫的有多勤政爱民。莫非真的是身体问题？可大长公主的出生就证明了先帝也不是不行啊。看来得问问先帝的御用太医了。太后，臣被江太妃赶了出来，不过臣要来了先帝在位时临幸妃嫔的记录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这其中的问题可大了。先帝正值壮年，正是体力充沛之际，然1年下来仅入后宫10余次，还有一半时间宿在太后宫中，且太后还是完璧，这绝对不是正常男人。萧太后心中一惊，春闺密事乃是大秘，她从未将这一切对旁人说起，也一直习以为常。可拿先帝和燕西巡对比，所差天地。莫非真如燕西巡所言？可大长公主又是怎么来的？萧太后越发想不通了。太后，臣有一策，可将先帝的御用太医叫来，一问便知。先帝的御用太医乃是前任太医院院守陈不安，不过此人早已告老还乡。
这还不简单，京中任职官员，大到太师，小到太监，吏部一定都有详细登记，只要查明其老家，便可让相密将其带回。那你把吏部尚书刘弘志叫来。燕西巡眉头瞬间蹙起。刘弘志是刘贵妃的父亲，与欧阳剑蛇属一窝。若先帝之事真的是欧阳剑策划，如此岂不是打草惊蛇？这年轻的太后还真是傻得可以，也难怪这朝中的势力都快被人架空了，不然她也不会看上原主的才华。甚至一国太后不惜委身于人，看来真是黔驴技穷了。媚娘傻得可以。哼，敢说本宫傻，大胆。太后怎么就看不出来吏部尚书刘弘志的立场呢？罢了，太后一介女流能做到此等地步，也算不错了。刘弘志是欧阳剑的人，太后可以看看近日来的奏折，刘弘志所奏全都是与欧阳剑一党有利的。如此说，吏部尚书不能惊动，那哀家怎么查到陈伯安的地系？太后忘了相密，以他的武功，据吏部偷个记录的册子，轻而易举。王公公怎么来了？可是宫中有异动。太师，小的亲眼看见燕西巡去净室房要先帝的侍寝记录，太后怕是怀疑起那件事了。这定然又是燕西巡的主意。太后执政这么久，都任由老夫作为，现在却查了起来，这个阉人必须死。太师，吏部尚书刘弘志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让他进来。太师，吏部丢了一本册子，是记载前任太医院院守的那本。不是都让你毁了吗？怎么会丢？下官怕太后问责，虽没敢毁掉，仅仅是藏于密室，却不想。蠢猪！太师饶命！立刻派人杀了陈伯安。若此事再做不好，就休怪本太师无情了。是，太师您瞧好吧。太后，属下已经拿到了您要的东西。相密，哀家命你现在就去把陈伯安带回来。是。太后，臣罪该万死。臣赶到陈院守家中时，他已经被杀，满门无一幸存。太后莫慌，贼人既然出手杀了陈院守，就说明臣的推测不无道理。虽目前线索是断了，可太后别忘了，还有一人了解先帝的身体状况。谁？先帝执着于追求长生，只要把那个丹师找来，一切自然水落石出。相密，你现在就去。是。太后，宫内果然有内奸啊！事已至此，萧太后心中也明白过来，这群奸臣在朝堂上搅动风云也就算了，还敢在宫中安插眼线，真是该死！真当他不是道上混的。燕西巡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太后宫中？呵呵，太后不舒服，本公公帮她按摩了片刻。你也要按摩吗？我才不需要，那个丹师我已经抓来了，你要不要见见？见，拔除朝廷毒瘤，刻不容缓。我与罪恶不共戴天呐！燕西巡清楚，只有肃清权臣，他的太后美人才能高枕无忧，而他才可以邀功请赏。说不准，太后一高兴就恩准他再找几个美人了呢。你是何人？知不知道本道的身份？不过是个为先帝炼丹的道士，怎么，你还想翻天不成？你到底是何人？锦衣卫指挥使燕西巡。我也算时间哦。说说吧，关于先帝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我不过是个炼丹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干什么？非礼啊！流氓啊！老夫不干净了啊！这些都是你给先帝炼的药？没错，这些都是长生大补药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长生大补，既如此，来啊，都给道长吃了，长道行。不要啊！那你究竟是说还是不说？我说。说吧，先帝在位10余年，正值壮年，本当精力充沛，为何清心寡欲？膝下仅有大长公主一女，是不是有人从中作梗？你有没有参与？是。对方似乎对宫中地形十分清楚，很灵活地避开了各处巡逻的金吾卫。如此说来，此人应当是长时间的潜伏于宫中了。会是谁呢？传令下去，有刺客闯入，让锦衣卫搜查各宫，一个可疑之人都不许放过，同时查抄这老道居所。是。越发的没有规矩了，你最好真的有要事，不然休怪哀家罚你。罚我？在床上罚的那种吗？好了，我是真的有要事。太后，我们要的不就是对方狗急跳墙，
望太后能找一个信得过的太医检查此物。焕儿，去把张太医请来。太后，这丹药万万不能服食啊！此中有许多能让男性精力减退之物，且长时间服用还会危及性命。太后，看来我们想对了。燕西巡确定先帝之死有无子嗣，是有人在背后布局，为的就是推销太后和幼帝上位，从而一步步的蚕食、瓦解皇权，架空太后。好大的一场局，幕后黑手又是谁呢？究竟是谁敢布如此惊天大局？太后认为先帝驾崩，幼帝上位，太后执政，谁获利最大？欧阳剑，肯定有欧阳剑，但也不排除有其他势力一起参与。你这般说要哀家怎么继续查？那丹师都死了，莫非你还能撬开死人的嘴？美娘笨啊！除了你我和相密，还有谁能确保那丹师死了？你的意思是？不错，臣准备引蛇出洞，逼出蛰伏在宫中的那个杀手。当即，燕西巡就找了一个与丹师身形相仿之人，易容成了丹师的模样。太后，燕公公人带来了。真相啊！灵一传太后懿旨，为先帝炼丹的丹师心怀不轨，意图毒害太后，押入诏狱，严刑拷打。老东西，没想到你的命这么大，既如此，我就再送你一程。不好，中计了。哪里好？太后，燕公公人已经抓到了。王贵妃宫中的人说，为什么深夜前往诏狱刺杀丹师？是谁指使你的？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，和贵妃无关。好一条忠心的狗！既如此，给本公公拉下去，严刑拷打。太后，王贵妃好像是欧阳剑的义女。这事你去办。是。燕西巡唇角扬起，听说小皇帝的王贵妃可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儿，他早想会会了。贵妃娘娘好雅兴啊！燕公公好大的胆子，贵妃寝宫也是你能闯的？贵妃娘娘，本公公是来查案的。哼，查案查到本宫头上。臣也不想叨扰贵妃，可没办法，谁让你宫中的宫女私闯诏狱，还妄图刺杀毒害太后的丹师呢？怎么可能？燕公公怕是在说笑吧？如若不信，贵妃大可以把你的贴身宫女青儿叫出来。娘娘，青儿今天一天都不在宫中。这死丫头去哪儿了？每天不好好当差，尽想着偷懒，再去给本宫找。不用了，她在诏狱正拷打着呢。这死丫头自己办事不力，可别牵连了自己啊。青儿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，该不会有什么误会吧？贵妃娘娘，你我都是明白人，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青儿是你指使的吧？这一切是不是欧阳剑让你做的？燕公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宫乃是贵妃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兴师问罪了？锦衣卫连当朝一品大员都可以督察下狱，何况你一个涉嫌毒害太后的妃子？你想怎么样？自然是拷问娘娘了。谋害太后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燕公公若是没有其他事，就请离开吧。和案件未查清楚之前，本公公岂可离开？贵妃娘娘若是不招供，本公公可要动刑了。你敢？臣追查想要谋害太后的贼人，就算是对贵妃用刑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娘娘这绝世的容颜，不想毁了吧？你放开本宫，本宫是被冤枉的。那青儿可是你的贴身宫女，她刺杀毒害太后的丹师，怎么可能与你无关呢？哭也算时间哦。说，青儿跟了你多久？从哪里来的？青儿是本宫从街头救下的，她的出身本宫不知道。还不说实话，让你看看本公公的厉害。不要。公公，青儿全招了。青儿说她之所以刺杀丹师，是因为这个丹师3番5次占其便宜，这次更是对她威逼利诱，她忍无可忍，才……鬼话连篇，一个普通宫女怎么会武功？青儿呢？说完就畏罪自杀了。燕公公，结案了，本宫是被你冤枉的，你还不速速向本宫赔礼道歉？娘娘未免得意的太早了，此事过于巧合，何况只要丹师毒害太后的动机没有找到，此案就仍然存疑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将狐狸尾巴藏好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太后，臣要检举锦衣卫指挥使燕西巡，燕西巡砍掉我儿右手，臣要求太后为我做主，严惩不贷。燕西巡可真是胆大包天，谁不知道吏部尚书刘弘志的女儿是贵妃？今日他就算不死，也必然会被扒下一层皮。
所有人都等着看戏，只要燕西巡被罚，锦衣卫必然受挫，太后也将自己打自己的脸，然后太师依旧掌握大权。燕西巡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刘坤想强占呼延月，臣是依律行事。刘尚书，你自己的儿子什么德行，自己心中没数，还是非得让本公公将呼延月拉上金銮殿，指认令公子？就算如此，你也不能砍了吾儿的右手，他这一生可全毁了。毁了就毁了呗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无法无天，无法无天。按大商律强占战俘是死罪，再加上呼延月是呼延破军的妹妹，往后大有用处。你儿子见色起意，差点坏了太后对抗匈奴的大计，你说他该不该死？你，本公公只是要了他一只右手，以示法外开恩。刘尚书却不知感恩，还敢咆哮朝堂，真是不知好歹。你什么你，我什么我，无耻老贼！若非太后宽厚，就算刘尚书你有10颗脑袋都不够砍的，还敢在此饶舌？欧阳剑看在眼里，不禁摇头，就这战斗力伍的渣渣，也配跟自己当队友？太后听闻昨夜私闯诏狱，意图刺杀丹师的是王贵妃身边的青儿，既已结案，贵妃娘娘是否应该宣布无罪？燕西巡瞬间明悟，这老东西算盘打得挺响啊，想用一个小小宫女就盖过此次罪行，做梦！太师，您说这话就不对了，一个丹师为何要毒害太后？定是有人指使而去诏狱杀他的人，就是怕事情暴露。青儿一个小小宫女，却身怀绝技，能在皇宫中自由穿行，太师难道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？而青儿的供词更是存疑，丹师几次3番占他便宜。呵，据本公公了解，丹师非诏不得入宫，就算来了，也只能在丹房炼丹。丹房与王贵妃的和銮殿相隔甚远，二者根本不可能遇到，又何谈非礼？由此可见，青儿在说谎。太师，王贵妃和青儿可都是你府中出来的人，你最清楚不过了。你说能驱使青儿这般做的会是谁呢？莫非欧阳剑想刺杀太后？闭嘴，不要命啦！太后，微臣对您，对陛下忠心耿耿，绝不敢有谋反之心啊！燕公公，你是怎么发现丹师妄图毒害太后的？此事你是知情者，也该有嫌疑。这些就是他进献给太后之物，内含大量毒素。如若不信，太师竟可以让太医来看个究竟。欧阳剑明白了，这是个圈套，丹师根本没有对太后下手，而燕西巡抓丹师也是为了彻查先帝之事。燕公公对太后忠心耿耿，本太师自然相信。至于这些丹药，就无需交给太医查看了，省得污了太后和陛下的耳目，直接毁了便可。来人，还不快拿火把来！丹药之秘，绝不能披露于百官面前。太师忘了告诉你，锦衣卫办案都是要留底儿的，所以本公公特意还留了一瓶，存为案底。卧槽，这年轻人！太师，以本公公看，王贵妃如今的嫌疑最大，而你作为她的义父，就更加应该避嫌了。此事还是交由本公公全权负责吧。就这么定了？不讲武德，来骗，来偷袭！我69岁的老年人。青儿畏罪自杀，线索就断了，你还准备怎么查？太后您瞧好吧，欧阳剑是何许人也？他绝不会想不到丹师毒害太后是我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，而下一步他的目标就是我。那你可有对策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不过太后，臣昨夜可是辛苦了一夜，彻夜未眠啊。哀家也有些乏了，燕公公一起就寝如何？正有此意。这一次，燕西巡必须死，否则尔等也不用再回来了。是，也是。搞错了。既然都来了，就别急着走啊。好耀眼的光芒！把领头的拿下，其余的都杀了，通挂到宫门去。本公公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对抗皇权的下场。是。太后共有10名杀手，我留下了一个，已经让林一将其押入诏狱，严刑拷打。
皇宫中竟然能让10名杀手闯入，宫中守卫通通都是吃干饭的吗？来人，给哀家把领侍卫内大臣翟光基带来。怎么可能？10名杀手都没能杀得了他。怎么，翟大人看到我，怎么一脸见了鬼的表情？啊！微臣参见太后。放肆！哀家还没让你起来呢。太后，现在可以让臣起来了吧？太后究竟有何事？若无事，臣就回去了。不然，万一被有心之人趁虚而入，伤了陛下，可是罪该万死。嚣张！抬举你，叫你领侍卫内大臣，说白了就是一个保镖头子。你哥这嚣张，你妈呢？你打我，你一个3品凭什么打我？就凭你不敬太后，别说本公公是3品锦衣卫指挥使，就算本公公只是个太监，也照打不误。你千岁殿今夜闯入10名刺客刺杀，你身为领侍卫内大臣，该当何罪？微臣是为了守卫太后和陛下安危的，区区一个太监哪里能注意得到？放屁！领侍卫内大臣不只保护太后和陛下安危，还要守护皇宫。千岁殿在皇宫出了事，自然是你督察不力。今日刺客刺杀的是本公公，那明日呢？万一目标是太后和陛下呢？你当得起责任吗？来人，翟光基守卫皇宫不力，还蔑视哀家，把他给哀家革去领侍卫内大臣一职，拉下去重打5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翟光基终于慌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太后不明则已，一开口就要罢免他的职位，这可不行。太后，臣知错。方才使臣担心陛下和太后的安危，所以才急着回去驻守皇宫，并没有不敬太后啊。就这，翟大人，我还是喜欢你刚才的气势。太后，去你娘的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去你娘的！太后玉体也是你能碰的，狗东西！再有下次，本公公要了你的狗命！太后，臣看革职未免太过严重，不如就将翟大人拉下去打50大板，以示警告吧。准。燕西巡挥手，翟光基被拉了下去。林毅走进来，呈上一块令牌。太后、燕公公，虽然杀手仍未招供，但属下在那些杀手的尸体上发现了这个。这是户部侍郎苏鹏的令牌。是苏家想杀你。这是杀手故意携带，一旦不成一事件，甚至可以顺便诬陷对手。太后啊，你想想，户部是执掌财政税收之地，户部尚书段正华可是欧阳建扶持上位的。萧太后瞬间了然，欧阳建是想趁此机会除去苏鹏，好安插自己的人取而代之。依你看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敌不动，我不动，等是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。燕公公，你中毒之事有了些许头绪。张太医在一本古医书上查到了公公所中之毒是匈奴特有的幻草之毒，服下后当即死亡，药石无因，连血都不会流一滴，公公能活下来是个奇迹。燕西巡瞬间警惕起来，匈奴特有的毒，也就是说下毒之人和匈奴有勾结，看来他还得去宗人府走上一遭，拷问一下呼延月。太师，不好了！据狄大人传来消息，说我们派出去的杀手9名被杀，仅剩1人被关进诏狱了。燕西巡呢？他死了没有？翟大人说燕西巡活得好好的。废物！那么多人，连一个燕西巡都杀不了。太师息怒，您不是早有打算吗？就算没能杀了燕西巡，也能把户部侍郎苏鹏拉下马。届时户部还不是由你说了算？你说的不错，这才是正事啊。昨夜10名杀手闯入千岁殿刺杀燕西巡，宫中守卫竟无察觉，传哀家旨意，所有守宫门的将领一并罚俸半年，普通当差侍卫罚俸1月。欧阳建看出来了，太后怒了，这正是他想要的。萧太后越恼怒，苏鹏就越惨，而他才能趁虚而入，彻底执掌。不是，这就没了。下面呢？欧阳太师，本公公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啊？莫非是身体不适？也是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早就应该告老还乡了，可还一直忧国忧民，这身体哪里吃得消？若是太师不好意思向太后张口告老还乡，要不要本公公帮你？老夫身体好得很，就不劳燕公公操心了。那就好，本公公听说不少人过劳死，这才担心太师身体。你，太后，
您和陛下的安危关乎到了大商的江山社稷，领侍卫内大臣一人恐怕无法确保周全，倒不如再增设御林军统领。萧太后陷入思索，宫中本就有御林军，只是一直未擢选出一个合适的统领来。目前的状态就是各司其职，散乱的如同一盘散珠，这倒是件要紧事。不过谁合适呢？诸位爱卿可有合适人选推荐？太后，臣推荐欧阳太师之子欧阳纳德，他自幼习武，武功高强，还参与过大大小小的征匪，再加上有太师这层关系，更是可以信赖。一群欧阳剑的走狗，真把太后当傻子了。臣不同意。太后，臣反对。燕公公有何缘由？太后，恕臣直言。欧阳太师身居要职，已经是劳苦功高，如今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不得太平，日夜为国事操劳。而据臣了解，太师之子如今更是孑然一人，还未成家，更别提子嗣了。御林军统领关乎陛下和太后安危，势必有不少势力野心勃勃，此职危机重重啊！依臣之见，还是让太师之子繁衍血脉后再入朝效力吧，也算是给太师家绵延香火的时间。太师，你该不会不想抱孙子吧？老夫对太后和陛下一片赤胆忠肠，就算是死，也绝无怨言。太师所言极是，为人臣当然得有随时准备献身的觉悟，但太后可不是冷血无情、自私自利之人，断然不会为了一己安危让太师断子绝孙的。尔等若是再坚持，岂不是陷太后于不仁不义之地？尔等居心何在？欧阳剑简直要气炸了，燕西巡怎么就肯定他儿子做了御林军统领就必死无疑？这分明是故意的。可太后和陛下的安危总得有人保护，燕公公莫非有合适的人选？燕西巡不置可否，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苏鹏身上，他眸子抬起的瞬间又暗淡无光，必然是欲言又止。燕西巡记得苏鹏有一子名苏焕，在军营中当军，且勇猛无双，还曾立下过战功，只是受到欧阳剑势力的阻挠，一直无法入朝为官。本公公是有个合适人选。欧阳剑只觉得好笑，不论燕西巡从朝中拉出哪一个人来，也绝不敢和他儿子抢御林军统领的位置。燕公公倒是说出来，哪位合适？本公公推荐苏鹏之子苏焕。怎么，苏侍郎是不愿意了？太后，吾儿在军中已经历练了整整5年，上战场杀过的敌人不计其数。若您真的立吾儿为御林军统领，您和陛下的安危一定高枕无忧。臣可以拿项上人头担保。好，就凭苏大人这番话，哀家就册封你子苏焕为御林军统领，明日便入宫。苏大人有没有觉得空有一腔报国热血，却无处施展？无论做何事都处处受阻。有人想除掉苏家？燕公公此话何意？苏鹏脸色极为难看，他在朝多年，从未贪污受贿，一直兢兢业业，更是与人为善，从未结仇。是什么人要除掉他？苏大人，好好看看此物。这不是我的令牌吗？怎么会在燕公公手里？错，不是在本公公手里，而是在昨夜行刺的杀手身上。太后明鉴啊！臣和那些杀手绝无牵连，若真的是臣派他们刺杀燕公公，也绝不会让他们携带臣的令牌啊！太后若是怀疑你，今日在早朝上便已经发落了，何须等到现在？太后，您的大恩大德和信任之情，臣终生不忘，一定誓死效忠太后，哪怕刀山火海，只要太后一声令下，臣粉身碎骨也能闯过去。苏大人不必如此，哀家也只是不想让忠臣蒙冤。来啊，赐座。苏大人，朝中的局势你清楚，哀家这么长时间一直被架空，可现在哀家不能再容忍奸臣勾结了，你可愿协助哀家？做梦都想啊，太后！奸臣当道，户部是执掌财权之地，然而户部尚书段正华是欧阳剑的人，哀家希望你能够将户部看严，不要给段正华贪污的机会。臣一直在提防段正华，段正华中饱私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苏大人可有证据？太后请过目，这些都是段正华收受贿赂、中饱私囊的记录。来人，即刻将段正华捉拿。太后且慢，这本账本是哪里来的？都是臣一笔一笔记录的。太后，这本账本是苏大人的一面之词，如果拿这个就让段正华屈服，恐怕不行。那你有何良策？臣确实有一个主意，不过还需要苏大人配合。臣在所不辞。太后，段正华是欧阳剑亲手扶持上位的，他收受的这些贿赂，定然有欧阳剑一份。而且朝中官员盘根错节，官官相护，只怕牵连甚广。段正华肯定也有一个相同的账本，如果我们能把那个账本拿到手，不光是段正华，朝中居心叵测之徒势必被尽数拔起。可如何拿到那本账本呢？这个就要看苏大人的了。还请燕公公指示。苏大人，这个办法是可以炸出账本的位置，但你很有可能陷入危险之中，你可想好了？臣想好了，为了江山社稷，臣万死不辞。好，那本公公就告诉你。
苏大人一定要切记，不要把账本给段正华看到，否则功亏一篑。是。接下来是不是就该除段正华了？不急，苏焕入宫之事还会受到阻碍，等他御林军统领的位置坐稳了，我们就着手对付段正华。你的意思是欧阳剑还会搅动风云？当然了，即将到嘴的肥差就这么泡汤了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我与燕狗不共戴天。父亲，儿子有个主意，说来听听。御林军都是士族子弟，且有几个刺头与儿子交好。苏焕能得太后册封，儿子也能让他无法胜任。就依你。公公在看什么？本公公要看看苏焕是否堪当大用。天子近位如此萎靡不振，和市井混混有何区别？都给本统领站好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苏鹏之子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你是想在我等面前立威？呸！你配吗？还当你有多厉害呢？连欧阳公子的官职都敢抢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个缩头乌龟。既如此，就快滚！以后别让小爷我见到你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。不会就这么虎父犬子没了吧？本统领是太后亲封，质疑本统领就是质疑太后。你想干什么？莫非还打算在宫中用武？我爹可是当朝魏国公。管你什么魏国公，胆敢质疑太后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难逃鞭刑。连魏国公之子都敢打，好大的胆子！燕公公，我是下手重了些，但我也是逼不得已。苏焕连忙解释，苏家好不容易等来的出头之日，可不能因为他没了。不用解释，你今日做得不错。公公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，记住了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御林军统领，而你的职责就是统帅御林军，保卫太后、陛下乃至皇宫的安危。任何不屈从你的势力，就是与太后为敌，与皇权为敌。别说是打上几鞭子，就算是砍了脑袋都不为过。多谢燕公公。谢我什么？谢燕公公的提携之恩，若不是您，苏家怎么能得到重用？错了，你该谢的是太后，是自己。太后是你的伯乐，而你是否是千里马，就看你今后的表现了。苏焕心中又是一惊，燕公公这是说话做事都滴水不漏，不给人把柄啊！难怪父亲说燕公公很有可能改变大商如今的朝局。是，我都记下了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太后和燕公公的。苏焕怎会听不懂燕西巡的言外之意？无非就是让他把那帮不知死活的东西都踢出御林军。太后有如此智勇双全之人在背后相助，收揽皇权之日指日可待。我要爸爸！999城稀罕物，稀罕物。太后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是苏统领，苏统领杀人了。太后不急，您慢慢整理，臣先去一步。燕公公，苏焕杀了魏国公之子，您看是不是该给个交代？就是我等都是天子亲卫，就算他是御林军统领，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打杀吧。燕公公，魏然确实是我杀的，但我不后悔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就算死上1000次万次都不足惜。尔等都先住嘴，本公公要了解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苏焕，你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如此生气？燕公公，魏然几次番挑唆御林军不听我的命令，这次更是过分，用我妹妹来威胁我退位，还说若我不答应，明日就向太后求娶我小妹。不光如此，他还率先拿刀砍伤了我，并与其他御林军打赌，太后会不会同意他的要求？我岂能容他如此欺辱？更何况他以下犯上，煽动军心，本就该死。我已经一忍再忍。燕西巡明白了，毕竟谁不知道魏然沉溺酒色，经常花街柳巷，早已染了一身花鬓。这京城根本没有小姐愿意嫁给他，难怪苏焕会如此盛怒。你胡言乱语！魏公子什么时候威胁你了？怎么我们都没有听到？魏公子才看不上你妹妹。你是何人？我乃当朝户部尚书段正华之子段念。又是欧阳剑的人，此事恐怕也是欧阳剑暗中谋划。本公公没有问你话，你最好闭嘴，不然休怪我割了你的舌头。你敢？你大可以试试。你分明就是袒护苏焕，锦衣卫也不过如此，还说什么为天子和皇权效力，如今看来也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，胡乱断案。太后就应该撤去锦衣卫，罢免你。所以你就杀了他？是。你杀得对，魏然确实该死。来啊，把魏然的尸体挂于宫门上，让天下人都看看对抗皇权、对太后不敬的下场。本公公已经说了处理结果，尔等还不退下，都想造反吗？燕西巡，别以为你现在是锦衣卫指挥使就可以胡作非为，明日魏国公不会放过你的。说完了。不错，说完了，可以滚了。咱们走着瞧。燕公公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你为我解围，但我苏焕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若明日魏国公兴师问罪，公公把我交出去就可以了。
既然是本公公举荐你为御林军统领，本公公就一定会保住你的位置。回去早些休息吧。至于明日，一切都交给我了。苏焕杀的是谁？魏国公之子魏然。你怎么处理的？让人把魏然的尸体拖出去，挂在宫门上了。你为何这般做？魏国公可是3朝元老。臣都是为了太后，为了哀家。不错，魏然不除，您永远无法让百官升位。此话怎讲？太后先前种种皆是小打小闹，根本不足以威慑众人。若您想朝堂大臣个个效忠于您，而不是阳奉阴违谋求权势，就必须杀鸡儆猴。魏国公虽然是没什么重罪，但魏然恶贯满盈，几次3番的公然质疑太后的决策，正所谓枪打出头鸟，活该他死。臣之所以把他的尸体挂在宫门上，也是为了威慑群臣，还有那些贵族子弟。不然，若人人效仿魏然，御林军军心溃散，谁又来护卫皇宫安全？可人都死了，真的连尸体都不放过。明日魏国公来兴师问罪，太后只管拿出威慑来，且此事定要往大了说，不敬太后，扰乱军心，本就该死。太后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？太后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？何意？魏国公是3朝元老，太后不宜与他为敌，否则树敌就太多了。臣听说魏国公还有2个儿子，京中金吾卫大将军还缺1人，至于另一个，可封个侍郎当当，也好拉拢他。这儿子都死了，魏国公能被这些条件拉拢吗？太后忽略了一点，魏然嚣张跋扈，终日里沉溺水色，身上早已经染了不干不净的病，再加上他又是小妾所生，魏国公对他厌弃得很，舍弃一颗废棋，换其余2子，青云直上，他怕是巴不得呢。哇哦！另外，太后下朝后需要叫魏国公到御书房表达自己的不容易和痛惜，而后再点出魏然强出头很可疑。你是想离间魏国公和欧阳剑？臣从来不离间任人，所做之事不过是把事实呈现。太后，我儿究竟犯了什么错？为何被杀之后连尸体都不放过？臣不服。老臣跟在先帝身边数十载，守卫大商国土，南征北战，立下不少功勋。太后怎能如此？老臣要苏鹏之子苏焕给我儿陪葬，要燕西巡那个死太监跪在我儿灵堂前道歉。吃瓜，吃瓜！魏国公，你的功勋，哀家自然记得。想你满门忠烈，怎么就生出了魏然这样的人？简直是败坏家风！你不善管教，哀家只能帮你了。是太后命人杀了我儿的。不错，扰乱军心，质疑哀家的决策，这是大不敬之罪。哀家还想问问呢，国公，这一切是不是你授意的？魏庆明一肚子话说不出来，他本来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但却不想一切都是太后命令，这下让他怎么办？莫非问罪太后？他不敢。魏庆明一时间不知所措。魏国公一家本是大商的栋梁，只可惜这个魏然，真是让哀家失望。哀家本想按先皇意思重用魏家，封你大子魏青为右金吾卫大将军，二子魏新为户部侍郎的，可如今也不禁怀疑先皇眼光了。魏庆明瞬间来了精神，怒气也消了不少。那魏然本就是败家子，甚至有时他都后悔生了这么一个畜生，完全犯不着为了他失了魏家的大好前程。太后，臣忠心耿耿，绝对没有教唆那个逆子生事啊，望你明察。那魏国公觉得魏然该不该杀？太后的决策对不对？太后杀的对，那个逆子胡作非为，欺凌弱小，还败坏我魏家家风，老臣也早就想管教了，但一直狠不下来心。太后这是帮了老臣的忙，太残暴！老臣教子无方，还希望太后也能够帮忙管教剩余二子，让他们能在御前伴驾，耳濡目染太后和陛下之威仪，以免走入歧途啊。既然魏国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教子无方且迷途知返，那此事就此作罢。那太后，老臣的2个儿子叶希寻，你来宣读。太后谕旨，封魏国公大子魏青为右金吾卫大将军，二子魏新为户部侍郎，原户部侍郎苏鹏为户部尚书。钦此。谢太后，太后英明啊！此事原户部尚书段正华之子段念也参与其中，且还多次出言不逊，其心术不正，为魏然出头，本该同罪处死。但太后宅心仁厚，没降罪你儿子，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这个做父亲的教子无方，自然该受罚。不是我，段正华教子无方，纵容其子蔑视杂家，官降户部郎中。臣不服，魏庆明之子蔑视太后，苏焕之子当众杀人，凭什么臣因为儿子要被贬官？太后，您这是偏袒，势必会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。偏袒？段大人，你还是回去好好的问问你那个儿子，除了魏然死后强出头，他还干过什么吧？昨夜发生如此大乱，都是他一手操控。既然事情已经有了定论，那今日早朝便到此为止。退朝后，魏国公来哀家书房一趟。太师，您想想办法，
下官之所以如此，都是听您和贵公子命令行事啊。你放心，本太师不会忘了的。你先委屈一段时间，很快本太师就让你官复原职。不知道太后叫老臣来是有何事？还不是因为这满朝奸佞，为了离间哀家和国公，竟然连这等办法都想得出来。不然魏然那么年轻，也不用早死。燕公公方才在朝上说一切都是断念挑拨，这是何意？这还不简单。欧阳建本来是想推举欧阳纳德上任御林军统领之位的，但不料被苏焕截胡，因此怀恨在心，而断念挑拨，令子生事，就是想让苏焕自动退缩。苏焕本来只是鞭打警告，可令子变本加厉，这才不得不。国公，这就是断念承诺给令子的好处。太后，若非您找到了诸多的证据，臣还要被蒙在鼓里，被有心人利用。臣发誓，此后魏家只效忠于您。只要魏国公明白，太后是希望魏家与大商共存的就好。太后大恩大德，老臣铭记于心。魏国公，哀家念你为大商尽忠多年，就不再计较魏然之事了。你把他的尸体领回去，哀家追封他为小侯爷，允其厚葬。谢太后，日后只要是太后需要，臣万死不辞。那张曼身体你怎么拿到的？还有你怎么知道断念所做之事？因为臣聪明啊！你的意思是哀家笨了？太后别生气，还有一件要紧事。太后不好了，王贵妃要自缢。别急，我去看看。燕西巡踏出坤宁宫的那一刻，便充满了警惕。欧阳建一方势力刚在朝堂上吃了瘪，王鸾清这个时候闹，定不安好心。娘娘，您不能死啊！您死了，奴婢怎么交差？放开他！怎么来的？不是太后。妾儿，你放开本宫，本宫对太后和陛下忠心耿耿，却遭人如此怀疑，还不如死了。娘娘，不要！他自知罪孽深重，让他死，死了本公公也好结案。你想怎么结案？这还不简单，王贵妃就是指使丹师毒害太后之人，此事和欧阳太师脱不了关系。你死后，本公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查欧阳建了。还希望娘娘能快点了结，本公公一定会牢记娘娘的大恩大德，多为你烧些纸钱的。你休想，本宫死也不会让你得逞。贵妃娘娘可想好了怎么交代青儿一事？你就不怕本宫的义父要了你的狗命？若怕，本公公就不会问你了。贵妃娘娘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一，仍然死不承认，一直被软禁在和銮殿内，直到本公公找到证据结案为止；二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主动交代实情，本公公可在太后面前保你不死。你未免把自己的本事看得太大了一点，我义父一定不会让你得逞。是吗？若他真的在意你的死活，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施救？义父是忙于朝政，这世界上会自己骗自己的，恐怕也只有女人了。你这是何意？实不相瞒，你义父如今正头痛着呢，根本没时间理会你的死活。就算你真的死于和銮殿，他也无计可施。你对义父做了什么？户部尚书段正华，娘娘应该知道吧？他可是欧阳建的左膀右臂，可今日他被官降户部员外了，而且太后打算重用苏家和魏家，已从中提拔了几名忠臣，分别封为户部尚书、右金吾卫大将军和户部侍郎。义父独掌大权这么久，太后都没敢有所举动，怎么突然出手了？莫非是这个死太监从中作梗？本公公之所以会中毒，也是欧阳建干的吧？如若娘娘此刻不弃暗投明，迷途知返，日后定会后悔。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。不信，娘娘就在此静候本公公的喜讯。反正户部尚书苏鹏苏大人已经掌握了段正华贪污受贿、结党营私的证据，扳倒他，下一个就是欧阳建。哈哈，娘娘好好想想吧。若真等到欧阳建那个老东西的阴谋彻底被本公公揭穿，那可就晚了。相密让和銮殿外的侍卫都撤了，由你亲自盯着王銮清。为什么？本公公方才给王銮清透露了一点消息，相信他很快就会坐不住。只要你拿到他给欧阳建传的信，就能证明欧阳建等人内外勾结、结党营私。欧阳建老东西，你等着吧。王銮清心急如焚，他必须快点将消息传出去。可如今青儿已死，殿外又有重兵把守，该怎么办呢？娘娘，好消息，殿外把守的士兵都撤走了。当真？娘娘不信可以亲自去看看。好，把飞鸽。正当王銮清准备飞鸽传书之际，他猛地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燕西巡刚向他透露苏鹏握有证据之事，守卫就被撤走，这不是明显的诈他吗？想骗我没门！林一，你去把相密换回来。是。燕公公有何指示？王銮清当真这么沉得住气？从本公公走后就没有一点动静了。王贵妃中途到院子里来过一次，但很快就回去了。莫非他察觉了你的存在？绝不可能，以我的武功，他怎么可能会被发现？若王銮清会武功呢？怎么可能？那你要不要再与本公公打个赌？怎么打？
简单，如果王鸾清会武功，你就终身侍奉本公公。本姑娘才没有那么无聊，你若没别的事，本姑娘出去了。等等，既然王鸾清这般沉得住气，那本公公就再给他添一把火，嘿嘿。听说户部尚书苏鹏拿到了段大人中饱私囊的证据，已经参奏到了太后面前。那账本里还牵涉了一众朝臣，就连欧阳太师都在内。皇上和太后正在御书房参议此事，单师毒杀太后一事，王贵妃本就存疑。这下若是太师落马，贵妃估计就要被打入冷宫了。那我们还不速速离开？毒杀太后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我可不想被牵连。雀儿，今夜你换上本宫的衣衫，任何人都不要见。你终于来了，本公公等得好苦。中计了。王贵妃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臣当然是来抓娘娘你的。抓本宫做什么？这还用臣说吗？贵妃娘娘深夜乔装宫女，私闯御书房，是想偷盗何物？本宫是来找陛下的。找陛下从窗跃入，还穿成这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什么时候本宫做什么还需要和你汇报？原则上讲，娘娘做什么只不需要和臣汇报，但现在娘娘是妄图毒害太后的重大嫌疑人，臣必须盯紧您。来人，给我把王贵妃绑了，本公公要好好审问。你敢？本宫可是贵妃。锦衣卫办案，连先斩后奏都可，更何况是审问。王贵妃，你是想去赵玉寮，还是去千岁殿？王鸾清冷哼一声，他自然是不想去赵玉了，那里关押的可都是死囚。贵妃娘娘这般花容月貌，我们还是到千岁殿谈吧，本宫会跟娘娘彻夜长谈的，嘿嘿。贵妃娘娘事已至此，就招了吧。本宫什么都没做，你让本宫招什么？让你招为何刺杀丹师？这背后是不是还藏匿着更大的阴谋？还有，您身手不错，武功高强，为何要潜伏在后宫？你到底在帮欧阳剑做什么？本宫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敢嘴硬？你别乱来啊！杀人是犯法的，你还年轻，不要走到犯罪的道路上。娘娘，现在您只有一条路了，那就是将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大胆，你竟然敢如此对待本宫！本宫现在就要禀告太后，砍你的头！你还真以为自己还是贵妃？现在你是锦衣卫的犯人，是居心叵测的贼人。别说太后，就连欧阳剑都不敢再管你。娘娘，认清眼下的情势吧，能保得住你的，只要有我。我已暴露，义父不会再保我了。娘娘，只要你从了本公公，您还是高高在上、锦衣玉食的贵妃。你想如何？简单，娘娘只需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还有做本公公的女人。让我做你的女人，和你对食。传言后宫的太监空虚寂寞，都会找宫女做此等龌龊之事，但她堂堂贵妃怎么能？对食？本公公还用对食？你不是太监。娘娘，大事已经办完了，接下来您该回答我那3个问题了。本宫自幼习武，是被义父送进宫中巩固欧阳家的权势的，但是也是义父下令刺杀的。至于为什么，本宫真的不知道。欧阳剑到底都让你做了什么？入宫后，除了偷偷看了几个奏折之外，只有刺杀丹师一事了。你确定？本宫不知道，讨好皇上算不算？从今以后，你和本公公就是同一战线上的人了。只要本公公活着，绝不会让你有事。你先在此处休息，也可让林移送你回纥鸾殿。本公公还要向太后回禀。王鸾清不知道，他今日选择偷生是对是错，毕竟若燕西巡的秘密泄露，他还是难逃一死。太后，王鸾清和欧阳剑确实内外勾结，今夜王鸾清还试图偷盗苏大人伪造的账本。哼！见人立刻把王鸾清给挨家处死。太后怎么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？王鸾清已经被臣说服了，今后他绝不会再为虎作伥。而且通过王鸾清做内线，我们很有可能拿到欧阳剑更多的把柄。太后何不放长线钓大鱼呢？你真的收服了王鸾清？100%保真。你是怎么收服王鸾清的？臣花费了很大的代价，终于打动了王鸾清，让他答应给我们做事。哦，是吗？这么晚了，你2人还来干什么？太师，下官是为了犬子之事，燕西巡砍了犬子的手掌，太后却置之不理，下官实在是咽不下去这口气，还希望太师相助。太师，如今下官官降户部郎中，许多事情都不容易办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燕西巡这个死太监，多次坏我好事，我绝不饶他。太师准备如何？锦衣卫办事嚣张，朝中早有大臣不满，既如此，就或饮东水，借刀杀人。还望太师明示啊！蠢东西，你忘了太后的主家，
3日后，可是萧老将军的寿辰。吾皇万岁，太后千岁。诸位爱卿可有事启奏？太后，微臣要检举户部郎中段正华，他任职户部尚书期间，多次贪污受贿，买卖官员。群臣的目光皆向他刺来，谁不知道段正华是太师的人？苏鹏这是铁了心要和太师对着干。诽谤，他这是诽谤，他诽谤我太后。既是检举，可有证据？太后，段正华贪污受贿的证据，臣已经提交御书房，就在锦盒中。叶希寻，你去拿。是。欧阳建如此阴沉，一脸愠怒的瞪着段正华，似乎在问你个废物，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段正华一脸苦笑，他明明把账本藏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落入他人之手呢？太后，请您过目。大商30年，从国库入账20万两白银，分别分给了经手的王大人、陈大人。大商31年，陛下寿宴，共到手10万两白银，分于内务府总管。大商31年2月，修缮后妃寝宫，入账40万两白银。段正华，你可有的交代？还有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太后，您消消气，为此事气坏了，身子可不值当。太后饶命，臣冤枉，是苏鹏陷害臣，他分明是怕臣再夺回户部尚书之位，还请太后不要被小人蒙蔽啊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严公公，兹事体大，你可否把账本给我等过目，以免百官心中存疑。太师，你信不过本公公也就算了，难道连太后也信不过吗？臣不敢。太后是千金之躯，怎能为了这件小事烦忧？此事锦衣卫接了，林一将涉案的几位大人通通拉到诏狱严刑拷打，再让相密率兵搜查各府。涉案官员如遭雷击，瞬间面露苦色，只要一搜，他们就百口莫辩了。况且锦衣卫手段毒辣，落入诏狱简直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招了。太后，臣有罪。太后，我等都是被段正华威逼利诱的。他说若我等不答应，就让我等在朝中处处受阻。太后饶命啊！燕希寻本想先拿到账本再铲除贪官，却不想这群狗官这么不惊吓，一听到诏狱全招了。如此，倒能快点收网了。太师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段正华贪污受贿，勾结朝臣，理应严查。好，那就按照太师所言，将段正华押入诏狱。至于剩下的几位大人，锦衣卫已经去搜府了，不如我们就等等。各位大人，谁还参与其中了，还望速速招供，主动承认者可减免责罚，否则等本公公忙完眼下事，仔细看起了账本，一个都别想逃。哀家累了，这账本下朝后再研究，先都散了吧。下朝后若有想主动交代者，可到御书房。燕公公，您可真是好计策啊！本来还想今日放过段正华，让他暴露出账本所藏之地呢，没想到燕公公直接让那几个人贪官招了。多亏了太后慧眼独具，相信我，不然单凭你我，又怎么可能激出这么大的浪花？燕希寻，哀家交代给你一个任务，今夜无论如何也要逼问出账本所藏之处，明日早朝，哀家要一一发落。遵旨。狗太监，你该死！现在该死的是你！你到底是怎么拿到账本的？实不相瞒，账本是假的，这一切都归功于苏大人，是他发现你中饱私囊，贪污受贿，还把你贪污的每一笔银子都记录了下来。狗太监，你不得好死！太师不会放过你的。呵，马上他就自顾不暇了。你做了什么？当然是王贵妃了，实不相瞒，她已经倒戈向本公公了。这里是诏狱，守备森严，没有本公公的命令，任何人都别想出入。你若想死个痛快，还不牵连他人，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，否则断念还未成家，你总不想绝后吧？好，我说，第一个问题，你贪污受贿的那个账本到底藏在何地？我说可以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阶下囚还有资格谈条件，来人，去把段念抓来。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阶下囚还有资格谈条件，来人，去把段念抓来。不要，我招，我什么都招。账本在哪儿？在我书房的密室中，第2层书架上有一个可以转动的花瓶，只要向右转3圈，密室的门就会打开。林一，去把账本拿来。是。
第二个问题，除了贪污受贿之外，你还知道多少欧阳剑的秘密？欧阳剑一直想要谋权篡位，不仅一直在积蓄力量，还要我们每年善过，为他招兵买马。段正华一股脑将欧阳剑的秘密全说了出来，这下燕西巡就能扳倒欧阳剑了。太后、燕公公，属下已经把账本拿来了。不错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乱臣贼子，一群乱臣贼子，亏先帝那般信任他们，简直该死！燕西巡，彻底肃清朝堂的时候到了，把他们都给挨家抓起来。是。林一，你带人去围捕欧阳剑，务必不要让他跑了。其余人同时捉拿欧阳剑同伙，务必将这群乱臣贼子一网打尽。是。从今以后，本公公就是这大商的王。